各位好啊，现在我们开始直播。今天呢，讲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中共这边呢，他现在讲东升西降啊，包括习近平，他最近呢这几年一直在谈这个话题，一直认为啊，美国这边呢衰弱是必然，他的那些御用的喉舌们也在这么告诉习近平。但是事实是这样吗？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好好讲一讲。特别是呢，我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些公众号，他呢在利用什么在给习近平背书呢？利用历史上的一些预言，那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两个预言家，非常准确。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就想跟大家讲，所谓预言家这个词不是太准确。如果对某一些比如说政治分析人士啊，或者说是一些靠推导的这样的人来做这种形容，你用预言可以。但是对于一些真正的有特殊能力的，他真的把事情讲得非常准，他不是用一个，因为他推导的话，你顶多推导出一个趋势，你不会推导出某一件事发生的具体日期、具体发生的是什么细节，这些都推导不出来。那你能说出来，那是什么样的？那肯定是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说，如果用预言家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人，我觉得非常不恰当。所以说呢，历史上有一些这类人呢，他是有这种你讲的超能力也好啊，或者说他有异于常人的禀赋也好呢，他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中共呢就利用了这样的人呢，他不是直接利用啊，是中共啊，中国大陆有一些公众号他在用这些说啊，中国大陆要崛起啊，东方很重要，然后呢就把这个反过来好像是在习近平时代给习近平背书一样，其实完全不是。这些预言家的原话的意思完全被这些中共底下的公众号曲解，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今天跟大家说两个预言家，一位呢叫珍妮·迪克逊，因为有的人可能会知道，很著名的是他捧着水晶球的这个画面，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另外一位呢叫艾德格·凯西，那这个呢，我想有些朋友呢应该也是知道的，因为呢，这些预言家呢，他们自己呀有非常卓越的预言的经历，有很多案例，其实呢在历史上都被很多人知道。那么现在呢，我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的照片哈，一位呢是叫凯西，一位呢叫珍妮·迪克逊。可以大家我给在这个里面放一下，因为我必须得自己来给大家 OK，好，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到了是吧？这位呢就是珍妮·迪克逊，是一位女性。那下一位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埃德加·凯西，她是一位绅士哈。那么她的经历呢，那看到了吗？是这个照片的像素比较小，所以显示的比较没那么大哈。大家就是能看清这个人的长相就可以了。好，那给大家分享这些呢，是想跟大家建立一个概念，就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先说珍妮·杰克逊哈，他出生于1904年，1904年，从小呢，他的父母亲就注意到这个孩子呢，跟其他孩子有点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比如说呢，有一次珍妮呢，她就很小嘛，她就不断吵着想要玩一封有黑色边缘的信封，黑色边缘。这种信封非常的少见，所以他父母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结果十天之后，他家里收到了一封带有黑色边缘的信封。结果那个信里面说呢，这个女孩的外公在不久之前呢不幸离世，这个信封就带有黑边当时他父母非常震惊。后来呢，父母逐渐发现了珍妮·迪克逊他的这个能力哈。那么在1911年的时候，他就带着珍妮·迪克逊就去了他们附近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吉普赛的女性的占星家。占星家呢就跟迪克逊呢接触了一下，了解一下。其实他当时看迪克逊的第一眼就眼前一亮，就这个小女孩真的不简单。说这个小女孩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预知未来的人，所以呢，送给她的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水晶球，是这位，对，就是他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个水晶球。那么，在他接过水晶球之后呢，这位叫珍妮·迪克逊呢，他就预言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有时候预言他可能不用水晶球，但有时候会拿着水晶球看，他也许会从水晶球里面看到很多东西。水晶球呢，在西方的这样的占星学里边呢，在一些预知未来的文化里边，
其实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很多的你可以看的科普读物啊，或者说是一些科幻读物啊，或者是一些哪怕是历史记载，都有水晶球的出现。那水晶球这个东西在西方的文明里边呢，占有一个一席之地哈，包括玛雅文明里的13个水晶头颅，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啊。那珍妮呢，就通过水晶球看到了好多东西，主要是未来的事情，那包括小到一个人的运势，那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形势的走向，他都看到了。那小到一个人的运势，就像你的职业啦，你未来你会跟谁结婚呢？你会遇到什么灾难呢？这他都会预言的。比如说，在1942年的时候，当时呢，珍妮已经是比较有名了啊。她呢去一个应该是美容院，她就遇到了一个女星，当时在美国也是很有名。然后呢，她就是跟这个女星说：“我的行为可能很冒昧啊，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未来6个月之内你不能坐飞机，不然呢就会有生命危险。”然后这个女星一听一个陌生女人告诉她不能坐飞机，而且会有危险，觉得莫名其妙，因为那个会儿她这个人的他对于这种事情的反应已经比较现实了哈，他不会觉得 OK，这是不是什么神明在启发我？他不会这么想。所以说，珍妮在跟他说了这之后，他有点生气啊，因此呢，他就这个女星强颜微笑就说啊，我过几天呢就要坐一班飞机，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儿的啊，自己还挺自信。结果呢，几天之后啊，他搭乘的航班就因为驾驶员操作失误，真的坠毁了，机上包括他22人全部遇难啊，这是迪克逊珍妮·迪克逊他预言的其中之一案例。那另外他也预言了别的案例，包括丘吉尔、包括罗斯福、包括杜鲁门。我们可以说一下罗斯福的例子。罗斯福大家知道是二战时候的美国总统，非常有名，当然在全世界那几乎就世界领袖嘛。那么在1944年11月的时候，那罗斯福也知道珍妮的大名，所以呢他就找到珍妮。怎么找的呢？是叫这个白宫的他的一个秘书吧，给珍妮打电话，约她去白宫见面。然后呢，他见到珍妮之后，大家想想，一个人最关心什么？作为总统，你最关心什么？那罗斯福见到珍妮，当然他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前途、未来、生命。当然他问的比较委婉，不会问 OK 我哪一年内会怎么样哈？他问的是我哪一年我工作就做不了了，那意思言外之意，他就是100年就到了。那么珍妮呢，就看了他一下，然后就跟罗斯福说不超过6个月。果然呢，因为他是1944年11月找的珍妮嘛，那么珍妮说你不超过6个月，你可能就没法再为美国人服务了。那意思呢，就是他可能就要归西了哈。那么到了1945年的4月12号，真的就不到6个月，6个月之内，这个罗斯福就去世了。所以这个事情他预言的也是非常准确哈。他有的时候甚至会预言精确到日期，比如说他预言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分裂，他就预言准确到了日期。当时这个印度驻美国的大使，他跟珍妮去聊天就说 OK，你觉得印度怎么样？完了，珍妮就说印度会在某一年某月，大概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947年吧，对吧？1947年的某一年某一月分裂。他大使就嘲笑他，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是吧？就一直等到那一天，他就是还特意打电话，上午啊打电话嘲笑珍妮，说你看印度分裂了吗？开玩笑嘛，这不是胡说哈。那珍妮说现在今天还没过呢啊，因为那会儿的不像现在手机社交媒体啊一刷什么都有，那会儿呢还得1940几年，你想还得等电报，也没有互联网啊，更没有什么卫星通讯，那就得等电报。那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二天，那么这个大使突然就接到电报，也看到报纸，他都登了，就说印度分裂了。当时非常震惊。所以大家想想，我节目一开始说的话，对于有些事儿，包括像这样的，你能叫他预言家吗？他已经不是预言家的范围了，他就是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像大家如果不相信我，你可以去查珍妮·迪克逊，大名鼎鼎，在美国谁都知道他，包括我下一位说的更神奇，那位叫艾德格·凯西那位更神奇，大家不信可以去查。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在美国近代史啊都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美国人知道他们，包括很多美国人为什么现在还信教啊？为什么现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还能信仰神呢？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他们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些人哈。那么长话短说啊，这位珍妮呢还预言到了什么呢？比如他成功预言到了肯尼迪遇刺，他还预言到了肯尼迪的弟弟叫罗伯特·肯尼迪也后来遇刺了。当时呢，他跟这个肯尼迪弟弟啊去跟他提醒了，说你最近啊就不要出门啊，怎么样要注意。
他弟弟也是不相信，往往就遇到这样的事儿的人，他都不相信你说的话，你知道吗？他不信，结果真的出事儿了。然后这位珍妮呢，还预言成功了圣雄甘地他的遇刺，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然后呢，美国海军核动力潜艇的沉没，然后还有就是说，对于一些明星的预言呢，也都是非常准确的哈。还包括预言到了丘吉尔，他跟丘吉尔也讲了，这也很有意思。他说你会在你最近大概跟他说最近2年吧，你不要参加选举，因为你一旦参加选举的话，你可能就要失败。那丘吉尔说我不相信，我这个对吧？我在英国威望这么高，怎么可能失败呢？那珍妮又对他说也许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可能在稍后的再当选的时候，你又能再东山再起，还能再当选。那结果呢，真的就像珍妮预言的那样，丘吉尔呢就不听劝说，1945年参加大选，结果失利了。结果经过几年蛰伏，到了1951年又去参选，结果成功了啊！这是珍妮非常准确的预言。然后呢，珍妮又预言到了里根呢，他在1970年6月连任加州的州长，这都预言的非常准确。但是呢，这个人呢，他是不幸啊，在1997年就离世了。不过他在离世前，他又做了一些预言。这个预言呢，在2020年之后火遍全网，这太准了，太神！你想，他是1997年离世的，他预言到了2020年会发生瘟疫，啊，这个事情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呢，他讲了一些让人非常觉得难以置信的啊，比如说呢，他说这个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西方历史上呢还有一位所谓预言家吧，其实他跟珍妮一样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他预言这个二战时候会有这个希特勒的出现，只不过呢，他预言的这个名字稍微有点差池。他预言说叫希斯特啊，不叫希特勒，但是呢，实际上是希特勒啊。那么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微妙的差错，但是呢，二战希特勒的出现，纳粹啊，这个包括历史上其他的事情，包括当时诺查丹马斯在世的时候，他对法国国王的一些预言、生死的预言都非常准确。那其实他也不应该叫预言家，他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特异功能携带者，或者说是一个能预知未来的有这样特殊能力的人哈。那他预言到什么呢？说1999年会有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啊，届时呢马尔斯会统治世界，声称要为人民获得幸福。大家能想到什么？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当时1999年7月发生什么事件，大家可以去查。但我知道的就是7月20号，中共开始破坏法轮功啊，当然还有别的事儿哈。您可以去查，你觉得它对应什么事件，您可以去分析。那么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届时马尔斯统治世界。为什么叫马尔斯统治世界呢？那学界已经对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做了分析了，就是马尔斯指的就是马克思。其实，在诺查丹马斯别的预言里面也讲到了这一点，那马尔斯他就是马克思哈。那么为什么说统治世界呀？因为大家看，除了中共，还有一些共产党国家，他们直接在搞这个共产主义哈，直接在搞马克思的东西。西方国家一样啊，只不过他们不是在搞暴力的共产主义，他们在搞这种共产主义里面的福利制度。你像西方的极左派啊，美国这些极左派闹得很凶，背后都是共产党，西方共产党搞的。所以说叫马尔斯统治世界，就这样一个世界局势。那么声称要为人民获得幸福，这个非常讽刺啊！因为共产党它的面貌出现，它最大的谎言就是我要给你们幸福，让人民啊都是有衣可穿、有物可食，然后呢，农民能得到土地。那共产党就一直在这么宣传嘛，所以让人觉得简直是诺查丹马斯大概400-500年前、400多年前法国的这个特异功能携带者，他能讲的这么清楚啊。那么珍妮他后来呢，对这个马尔斯的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呢，他又进行了自己的一个解读。他说呢，诺查丹马斯预言1999年可能是人类会灭亡，但是1997年的时候，珍妮说不用特别担心，因为1999年呢不会灭亡啊，人类呢会继续，甚至他预言到了2020年。大家可以看珍妮呢，其实1999年灭亡也不过是后人解读，诺查丹马斯当时并没有直接这么说，他只不过也是讲了一些预言诗。那么人们后面解读说1999年，他诺查丹马斯还有别的预言，大概意思就是说，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他这预言可能就不准了，往后可能人类还有别的历史，对，大概有这么个情况。所以珍妮呢，他就做了这样的预言。
那么那1990年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那么这个珍妮呢，她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可以先讲这最关键的啊，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荣耀的呼唤》。那他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从东方闪烁到西方，神会再来。他这么说的。那这个大家很多人就觉得挺有意思哈。那就像我知道的，在中共它的这个环境下，有一些公众号，他就把这些有些关键语句省略了，神会再来，这个根本就不提，他就讲什么 OK，东方会这个会崛起，大概是这么讲，就好像是这个中共要怎么样，其实完全跟中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人家珍妮说的是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从东方闪烁到西方，神会再来，是这么说的。那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位凯西这位预言家，他讲的更清楚。那珍妮说的呢，还比较含蓄一点，相对啊。那珍妮还讲到了，在1999年以后啊，大概在2020年前后，应该2020年以后吧，因为他讲2020年是善恶决战，但善恶决战呢，学界分析他说这话呢，他不是说那一个点是决战，而是2020年开启了善恶决战的序幕，也确实符合历史嘛。2019年12月，武汉的肺炎其实就是中共病毒嘛爆发之后传播到全世界。那么从疫情之后，大家看到整个世界局势全变了，之前那么亲共的全球环境一下变得孤立中共，这其实就是一个善恶决战的一个趋势。而且呢，共产党是现今最大的魔头，那对应的就是信神的力量，信神的力量跟共产党这魔头在对敌。你信神的力量，信神的人你就善良，保持善良你就能够很好，对不对？那么你跟着共产党走的，那你现在就写个小粉红啊什么呀？大家可以看到就很招人烦哈。那么很清晰的划界，对吧？我说这个大家能认可吧，对吧？这边是共产党，这边是信神的力量，两边就是善恶决战。2020年之后非常明显，所以珍妮讲这个非常的有道理。那么，而且他还讲到什么呢？说呢，自然的力量会更加显现，地震呢频繁，火山爆发，海啸也频繁。然后呢，会说这个瘟疫啊，会从魔盒中被释放出来，让人类陷入空前危机。这都讲的2020年之后非常准确。然后呢，他还讲到未来的某一时刻，人呢会所有啊，就是在战火中的人会走向和平统一。那么那些主动点燃战火的那一方会遭到战火的反噬。信仰邪恶的人呢，会暴露出魔鬼的真面目，被世人所唾弃。所有他们所做的罪恶呢，都将一一的被清算啊！这是珍妮的预言。哦，这个很厉害哈！就善恶决战最后的一个终章，这珍妮她讲的。然后其实呢，珍妮预言它这个有很多有讲到中国的哈，大家可以去看哈，跟中共讲的完全两码事儿。但最核心的就是他讲的人类的希望在东方，那从东方闪烁到西方，神会再来。那其实呢，诺查丹马斯就我刚才说的法国预言家，他有一本书叫《诸世纪》，这个《诸世纪》呢是一本书的名字哈，它里边呢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跟珍妮的很像。他说什么呢？说一位东方人。他这个东方人呢，英文的翻译呢是 the Easterners，the Easterner，sorry，单数的哈，the Easterner，就是东方的意思，跟那个复活节 Easter 很像，就那个意思，东来者哈。他说呢，就诺查丹马斯当时说的，一位东方人以神的慈悲救赎世界，每个人都将被他的神杖打动啊，就是说被他的这个教会所感动吧，那意思啊。那么其实呢，跟珍妮就400年之后，珍妮的预言呢，这两个人就有不谋而合。所以说，东方会出现非常让人瞩目的事件、瞩目的人，甚至是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呢，就是说，到底是谁，怎么样？那这个呢，就是说大家的一个课题哈。那么我先珍妮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啊，还是老规矩啊，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节目需要运作，要盈利嘛。当然现在有新频道，仰赖大家支持，节目有了盈利，但是我们还是跟这个一些赞助者有合同哈。比如说蓝莓优品网站，我们要为他们分享，同时也是非常好的产品，也非常推荐给大家购买。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是我另外一位赞助商叫普瑞堂啊，普瑞堂植物油，所以呢，我给大家播一下广告啊。很快。
那节目到这儿呢，再跟您分享产品普瑞堂植物鱼油。普瑞堂植物鱼油有血管清道夫的美誉，对保护心脏、降血压、降血脂、缓解炎症，甚至眼睛保健都有很好的功效。而且跟市面上很多类似产品不同的是，这款健康品保健品不含有对身体不利的东西，对所有人都适合，包括爱美的女性，既可以内服保健，甚至也可以外用当护肤品，也是馈赠亲友的很好的礼品选择。我会把购买链接放在今天节目下方，您点击链接之后啊，在购买时输入优惠码 DY2023，就能享受全球免费邮寄。普瑞堂植物油的原料包括马齿苋还有紫苏籽，产自韩国的黄梅山，这里被严禁使用化肥农药，非常清洁，而且制作过程采用了低温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比大多数通过分子蒸馏技术获取 Omega-3 的方式要好很多，不会产生不必要的异物或残留物，而且这种提炼方式啊，可以得到高浓缩纯净的 Omega-3679，保留其天然的药用特性。Omega-3 对人体有众多好处，对心脏、心血管、脑部及骨骼尤其有益。Omega-6 可以保护细胞，促进免疫反应，还有血小板聚集。Omega-7和9都有抗氧化作用，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调整体质。美国德州一位65岁白人夫妇啊，坚持服用普瑞堂植物鱼油，大约90天后，两人的胆固醇和血压都降低了，夜视能力也得到改善。洛杉矶87岁华人黄女士坚持服用2瓶之后，胆固醇回归正常水平。韩国一位55岁的安女士手脚发麻的症状得到改善，晚上睡眠也好了。那最后再提醒您，点击我节目下方的购买链接，再输入优惠码 DY2023，就能享受全球免费邮寄。同时呢，还有普瑞堂玄宝黑参，分为口服液和黑参原参2种。那2种产品的黑参原料呢，都是经过400年古法纯手工制作，9蒸9曝，营养吸收是一般红参的6倍，适合体虚繁忙、压力大、重体力劳动者，还能抗癌抗炎、补肾强心，促进头发生长，益寿延年。我也把这个产品的链接放在节目下方，购买时输入 DY2023，同样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好了，现在我们回来啊。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这位预言家应该是更精彩哈。那他的名字呢叫艾德格·凯西，他被誉为是睡觉中的预言家。为什么叫睡觉中的预言家呢？因为他经常是在催眠状态下，能够感知自己、感知别人、感知社会、感知整个世界的走向。那他的感知呢，这种非常厉害，他甚至后来到了非常厉害的时候，不催眠他也能做到。而且很准确，他突出的案例特别多，他留下了14000多条案例哈。那这些案例都后来成了美国和西方他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的重要题目，包括轮回，这非常大的一块轮回，包括亚特兰蒂斯文明，这是艾德格·凯西他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人的一个善恶观哈，包括未来走向世界大事要发生什么，这也是艾德格·凯西要预言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去查啊，他的这个整个著述非常的宏大，而且呢，他讲的东西呢，在美国社会的确有影响，对美国文化的相容性啊、多元性啊，让人们重新思考宗教跟这个传统科学的关系呢，都非常的有帮助。所以说呢，非常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其实今天呢，节目里跟大家就是概括的介绍一下艾德格·凯西，但是也非常精彩哈，因为他真的是非同寻常。像我讲的啊，我再次想讲一下，他不是什么预言家，这就是特异功能携带者，而且他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人能够认知的，就说你能够理解的能力范围，他很厉害。那他自己呢是1877年3月出生的，你想想，1877年出生的，然后他预言到了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先讲啊，他1877年3月，他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农庄。那个农庄呢，宗教气氛非常浓，他一家人呢都信教，几代人都信教。那会儿美国人也都是这样哈。我记得母亲节的时候看过一幅画，就5月12号的时候，那幅画呢就是一个母亲斜坐在椅子上，大概是这个姿势哈，大家可能知道，我忘记那画的名字了。很有名。那个母亲呢，你看着她就是一个现实中的一个老妇人，那为什么成了世界名画呢？因为过去呢，把这个母亲的画一般都圣母画哈，
化成圣母的形象，带着光环啊，非常的圣洁，非常的高大。但那个形象呢，就是非常写实的一个母亲形象。那为什么这幅画成了世界著名的呢？因为这个母亲的教导非常厉害，她跟孩子呢，自己的儿子有纠缠不清的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对孩子教育嘛，就是他们的关系。我指的纠缠不清，就是说他对孩子又爱，但是对他又非常严厉。孩子呢，对母亲是又惧又爱，但是呢，又觉得跟母亲在一起有压力，就这种哈，在家庭中经常能常见，这是我说的纠缠啊。那么有一次呢，这孩子后来长大了嘛，他就去欧洲。欧洲呢，当时在美国叫旧大陆，美国叫新大陆，所以当时美国人叫欧洲是旧大陆。那么，这个母亲呢就觉得孩子到旧大陆去闯，那旧大陆有很多的吸引人的东西啊，包括这些花花世界，你的各种啊，他就觉得他的儿子到那儿也是啊，变得很放荡一点哈，就是跟别的女人同居啊，然后呢又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他母亲觉得不行，一定要继续教育这孩子，特意买了船票从美国到了欧洲，然后呢对孩子进行教育，告诉他，这孩子知道母亲来的时候，哎呀，这非常紧张，然后呢就是要把屋子打扫好，然后呢让同居的女人呢就暂时去别的地方住。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的人还很传统，他对母亲是有惧怕的。现在人呢，你跟母亲来了，跟母亲干，不让母亲进屋，这都有可能的。就是现在的孩子都不像话，是吧？那当时呢，孩子呢，他对家长非常敬畏，包括对父亲、对母亲，所以听母亲要来，简直是天大的事件哈。所以就是打扫屋子，然后把自己也打理的很干净，最后迎接母亲的到来。那母亲到来之后呢，对的是勤加教育，都教育什么呢？要信神哈，然后呢要保持善良，然后呢要待人接物各方面你要知礼节，而且呢你对那个女人不是同居了吗？你要不要对她负责？他母亲就非常声色俱厉的，就是问他，很严肃的问他，不是声色俱厉，很严肃问他要不要对这个女人负责？那你那个要负责的话，你跟人发生关系了嘛？那这个孩子最后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就非常规矩。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孩子是个画家嘛，他就是约的模特没来，他就很着急啊。就平时严厉教育他的母亲呢，就对孩子很温柔的就说：“孩子啊，我的儿子啊，你画妈妈吧，妈妈当你的模特。”然后呢，就坐在那儿，然后这个孩子呢就画下了这幅世界名画，就是反映母爱的哈。那这个呢，故事呢，可能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呢，它就非常典型，而且它是传统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的人呢，对孩子的教育都是如此的，叫人，你看，所以人就比较规矩嘛。当时社会乱象也非常少。你现在看现在的社会都什么样子，是吧？那我回到现在的话题，那么艾德格·凯西呢，他也是生活在美国肯塔基一个农庄。那么这个农庄啊，就大家都信教，人呢会都很善良。那这个凯西生出来的时候呢，也确实是天赋异禀啊。我指天赋还不是说聪明，而是有不一样的能力。他在6、7岁的时候呢，能说话了嘛，他就跟父母说，自己能看到一些过世的亲人，还能跟他们说话啊，能谈话沟通。那个家里人就觉得他这个小孩不懂事儿嘛，说疯话呢，是吧？在那地方就是求取关注，然后随便讲。那其实不是，而且呢，凯西呢还能够有一个能力，就是这书啊，他随便翻开一页，他有一种记忆的一种特质，叫照相式记忆。就是说，他看这个东西，他不用每行读，他看一眼，他就能把这一页文字都给像照相一样印到脑海里，然后马上就跟你说这一页里都说了什么，记忆非常的厉害，叫照相式记忆，看一下就照到脑袋里了，然后就能把这整个内容回忆起来，这非常厉害，是吧？这还不是最厉害的，他呢趴在任何一本书上睡觉，然后呢他醒来之后，就能马上把这本书里的内容给说出来，有很多内容都是超出他知识范围的，他都能说出来。你说这样的人，他还是一个普通的所谓预言家吗？根本就不是，跟什么政论的分析员呢？是不是？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他完全就是一个特异功能携带者。那么凯西呢，他慢慢的在长大之后呢，发现自己有更大的能力。大概就20岁那年，他发现自己有这种在催眠状态下能够有非常超常的能力、超常的表现。那20岁那年发生什么让他有这感觉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啊，那年呢他结婚了，啊，也有了很多成就，所以说呢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年轻人。但是那一年呢，突然呢，他患了一个疾病，喉炎呢。患了喉炎之后，他就没法说话，然后呢，非常着急，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他没法说话的话，他很多事儿做不了呢，对不对？那么这种状态呢，持续了一年，他很焦急啊。没办法，他就是一直在那儿就是耗着。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会催眠的喜剧表演家，他就给这个凯西催眠。结果呢，奇迹发生了，在催眠状态下，凯西能正常说话，但是呢，他一醒又说不了话了。后来呢，又来了一位催眠师，好像就是有使命的哈，一个一个被安排的来见凯西。然后这个催眠师呢，听了凯西的案例之后呢，他就发现，可能在催眠状态下不能只叫凯西在催眠状态下好，因为也许在那个催眠状态下，他能够做些什么让凯西永远的康复，真正康复。因为之前他只是在催眠状态下才能真正说话嘛，一醒了之后喉炎又犯了，所以呢，他后来就这个催眠师呢，新的催眠师就又给他催眠，结果在催眠中呢，这催眠师就问他说：“凯西，你分析一下你这个喉炎是怎么来的？”结果在催眠状态下，凯西什么都知道。他就说啊，我这个催眠这个喉炎呢，是因为可能是某种精神问题、精神的因素导致的喉炎。所以说他调整一下就好了。怎么调整呢？他就意念中让自己的所有血液集中到自己的喉部，然后他看到催眠状态下确实他那么做了，真的能做到。在催眠状态下，凯西真的做到了，让他所有的血液啊，可能也不是所有吧，就是很多血液吧，是吧？他是那么说，应该是很多血液就集中到喉部，就看到的喉部呢就越来越红，泛红，然后呢越来越热，慢慢的呢就好了，然后呢就散开了，就不那样。然后他醒了之后，喉炎就彻底好了，就等于在催眠状态下，他把自己给治好了。所以呢，凯西之后就经常进入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就能够给自己也能给别人看病治疗。那这个呢，就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啊。如果是您不是美国人，不知道那不赖您哈。但在美国，几乎很多人都知道凯西。就从这之后啊，他就出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能把人的病历跟你的前世给联系起来。就你前世做了什么坏事儿，你这世才得了什么病，厉害吧？所以说呢，凯西呢，从此以后就做了很多这样的案例。我刚才说14000多个案例，很多都是催眠状态下发现人的前世做了什么坏事，完了这生遇到什么麻烦。我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哈。首先呢，在美国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有癫痫病。那么凯西在治疗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很多人有癫痫病。那这癫痫病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前世的淫乱造成了这一生他得了癫痫病。那如果说他搭配着淫乱干了别的事儿呢，他就有可能就会更严重这癫痫。那么有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单亲妈妈呢，她就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两个人都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这本来就非常不幸了吧？但是这个小儿子呢，他癫痫病又非常的严重，小小年纪啊，就是左半身就半身不遂，还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而且由于肩膀弯曲呢，自己穿脱衣服都费劲，而且呢，癫痫每隔20-30分钟就发作一次，他母亲简直生无可恋哈。而这种状态持续几天之后呢，这孩子简直就快要崩溃了哈。那母亲呢，就听说凯西能够有催眠治疗，非常有奇效，所以就找到了凯西，希望能解决一下孩子的这个痛苦。然后凯西就在催眠状态下，啊，就发现这个孩子，他在他的前世啊，他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所的一个裁判官啊。然后呢，那当时呢，很多会把一些无辜的女性就是指控为女巫。现在说的猎巫行动，指的就是当时追女巫啊，猎杀女巫的这个情况。随便指控一个女人，你说你是女巫，就可以把你烧死啊，所以很惨烈。那当时呢，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他负责审判的人，宗教裁判所审判的人。然后他就经常去指控女子呢是女巫，然后把这女子判死刑。这还不算，刚才不是说了吗？癫痫病它是源于前生的淫乱。他呢，这个审判官他在判了女子是女巫，要把她烧死之前，这审判官呢还对这个女子啊进行性侵犯，满足自己的淫欲，最后呢再把他们烧死。他以为自己是别人不知道，但其实呢都被一一的记录在案。所以呢，这一生呢，这个小男孩呢就得了癫痫。然后这个人呢，因为
他在西方嘛，所以很多人他可能跟他的前世跟西方也有很多关系啊。那么凯西呢还发现一个案例，就是说呢，有一个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军官呢，他呢是经常以权谋私，获得了很多不义之财。那一世他享受了很多，一生都没遭报应。他以权谋私嘛，贪污了很多钱财，最后呢是，生活一直很优渥，最后离开人世。但是在今生啊，他就开始偿还了。他呢，就是一直被贫困饥饿折磨着，一直都是流离失所的状态。那直到后来呢，依赖亲戚的帮助啊，才在伦敦的贫民窟里边艰难度日，勉强生活。还有一个是法国革命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革命者，他当时呢是号召这些小流氓造反哈，推翻贵族统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不对？这就共产党的雏形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就要把这个贵族推翻，因为你们贵族，你凭什么占据那么多社会资源呢？我来是吧？所以说呢，他就搞这个革命，所谓革命，推翻了贵族统治。但是这个革命者呢，他在推翻统治之后呢，他自己更腐败，他享受更就跟现在共产党一样，他更加腐败。那这一世啊，这个革命者她转生成了一个女人，当时呢已经40岁了，然后呢，她的丈夫在10年前就死掉了，只有一个女儿，她也是非常的孤独、贫困、痛苦、苦闷、绝望。那她就找到了凯西，想请凯西为她解读自己前世今生为什么会这么苦。然后凯西就说：“你这是因为你前生你做了那样的事儿啊，你革命者，然后你把贵族给杀掉了，然后你自己比你认为的贵族更腐败。”这就是他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美国的教授。那这个教授呢，他是整个眼睛完全看不见，全盲。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他又找到凯西呢，给他解读。然后凯西呢就说：“你是因为呢，在原来呢，在波斯时期，波斯王朝啊，中东那边哈，你在波斯时期啊，你是一个野蛮部落的成员，你干的工作呢，就是用烧红的烙铁去烫瞎俘虏的眼睛。所以说呢，在这一世你的眼睛就全都盲了，就让你承受这样的。”还有一个是35岁的男人，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发现这个也对我很有启发。为什么呢？发现不只是你做了我们概念中认为的坏事会遭报应，有些我们可能是纵欲过度都会遭报应。那比如说我现在说的例子哈，凯西也是做的案例分析。那么是一个35岁的男人，这个男子呢，他从小啊消化东西就不行，他不敢吃肉，他随便吃一口肉呢，他这个消化就得消化好长时间，就消化不了，很痛苦，你知道吗？因为生活很麻烦，吃不了东西嘛。那么为什么呢？他就又求助凯西，说：“凯西，你帮帮我吧，哈。”然后凯西呢就发现这个人呢，他是法兰西国王路易13世的一个侍卫官。那这个人呢，当时非常忠诚，品德也没有太大瑕疵，但有什么问题呢？特别的贪吃，特别贪吃。然后呢，他后来呢还有一生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做一个御用的美食家，也是对吃呢非常的看重。所以说呢，他在这两世啊，他在饮食上是过度的放纵，所以他这一生呢，在消化功能上就出现问题了，要用今生的节制来偿还过去式的放纵。这个我看了都很震惊哈！原来这个，我们平时生活还得有节制，放纵也是一种原罪哈，也是一种罪过哈。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他是年轻的时候呢贫血哈，然后治疗呢都没有效果。后来呢，凯西也是帮他分析前世，发现呢他以前在秘鲁啊，就秘鲁哈，这个词应该念秘鲁哈，在秘鲁的时候，他做过一个当权者，当时呢手段非常的残酷，经常是搞得这些他折磨的人血流遍地。那所以说今生他就贫血，就要偿还。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很有意思哈。那可以再举4个小例子啊，4个小例子都是关于迫害历史上的基督徒的，就迫害信仰者，你会遭到什么报应？而且呢，还不只是你直接迫害，有的人你觉得你可能没直接做事，但是呢，你在某种程度上、某个行为上成了帮凶，一样遭到了报应。这个我看了也是，我一样也很震惊哈。那比如说呢，凯西做催眠疗法嘛，他发现一个45岁的一个妇女，她在36岁的时候，这个妇女啊就患上了脊髓灰质，脊髓灰质炎，就比较瘫痪哈，瘫痪到后来都不能行走，只能是轮椅代步。那么尝试各种疗效都无济于事，他就没办法，又找到凯西。
那凯西呢就帮他分析前世，最后发现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在古罗马时期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造的孽。那怎么造的孽呢？是公元37到68年那会儿是罗马暴君尼禄嘛，尼禄暴君哈，他疯狂的迫害基督徒。那这个女人呢，她当时是一个王室的成员。那尼禄呢，当时罗马帝国它是有一种方式迫害基督徒，是把这基督徒呢投到斗兽场里边，然后叫野兽去撕咬他们。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室成员，这个女人，她看到了野兽去撕咬这些基督徒，她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反而是大声的嘲笑这些被野兽撕碎的基督徒。所以说呢，1000多年前的嘲笑换成了今生的瘫痪。这个是一个例子哈。那还有个案例，他是一个16岁的男孩，他呢16岁的那会儿呢，因为车祸被一个汽车给撞伤了。那么在第5节脊椎骨之下呢，就完全丧失了知觉，不能动只能靠轮椅代步。那7年半之后，大约就是23岁的时候嘛，他母亲知道凯西能够做生命解读哈，能够看到这些很厉害的前世啊，所以说呢，他就请凯西了解他自己儿子的前世到底做了什么事儿，造成今生遇到这样的麻烦。然后凯西就发现呢，这个男孩呢以前是基督教早期的罗马的士兵，非常的自负，对迫害基督徒呢幸灾乐祸，而且是直接迫害基督徒。所以说呢，这一生呢他就继续在偿还这个当时造的孽哈。还有一个案例呢，也是一个女孩子，她呢是前生是尼禄时候的一个贵族，就是迫害基督徒最疯狂的那个罗马暴君尼禄哈。她当时呢是尼禄王朝下面的一个贵族。那这个人呢也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遣的习惯，什么习惯呢？他喜欢去斗兽场看野兽撕咬基督徒。那么有一个孩子呢，当时哈在斗兽场里有一个信基督教的女孩，她被狮子身体撕碎了。那当时这个贵族女孩呢，就坐在观景台上就大笑，哈哈大笑。她以这个殉道者的痛苦为乐。最后呢，今生她得了什么病呢？得了一个叫做髋关节结核病非常痛苦，来偿还他当时的这个造的孽哈。那这都是当时出现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英国的教会主教，那这个是另外我刚才说4个例子嘛，这额外另外一个例子哈。那凯西呢也是发现他今生呢这个有点问题，然后呢这个人就找到凯西，然后凯西就替他解读，发现他是16到17世纪那会儿呢一个英国的教会的主教。那这个主教呢非常的残暴，虽然信教但不善良，所以这种人呢他就等于说是宗教里边的这种叛逆者，一种就是你知道吗？他不是真正的信徒。那么他呢非常残暴，他对犯人审讯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变态的爱好，什么呢？他会把犯人呢绑在一个跷跷板上，旁边呢是一个水池。那这个跷跷板呢是垂直于水池的，那头部呢是朝向水池。所以说呢，把犯人绑在跷跷板上之后，这个跷跷板就不断的上来下去，上来下去，然后它下去的时候，犯人的头部会进到那个整个头部会进入到那个水池里边，就造成这个人就非常痛苦嘛，就是像水刑一样。所以他就不断的这么折磨人。结果这一世他患了什么病呢？肾脏有问题。这个他是个小孩这一生。那么他从小刚生出来就尿床，一直尿到10岁都不好。他母亲就非常着急，说孩子这么大了，天天尿床，这肾脏根本就管不住。那凯西分析他的前世，他不是分析，就看到他的前世，就跟母亲说，他前世因为做了这个主教折磨人的事儿，所以呢，他今生就遭这个罪，还这个业债。所以呢，他母亲一下豁然开朗了，就问凯西怎么办。凯西呢，就是告诉他，你要在孩子入睡的时候，不断的或者是他不入睡，我看原文我看的文献，他是说，凯西告诉他，在孩子入睡的时候，告诉孩子要做好人呢，要善良。当然了，我不知道，应该醒着的时候，他母亲也会跟他说哈。那凯西是告诉他在入睡的时候，叫他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告诉孩子，你是仁义善良的，你愿意让大家都快乐，你对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你都愿意帮助那个人，就不断的重复这些话，叫孩子这个善良哈。后来到了有一天晚上，其实就是当天晚上，我看文献记载哈，就是他说这话的当天晚上，这孩子就没尿床。
然后母亲就信心大增，对这个凯西特别的这种感激哈，同时呢也升起了敬神的心，升起了善念啊。那从此以后呢，这一家人都热心公益事业，就帮助别人，就非常好。这凯西的另外一个案例。那所以说呢，这些凯西案例大家可以去查，非常多。我讲的简直就九牛一毛。大家想14000多个案例，我讲这些简直就是太少了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看啊，网上有很多关于凯西的预言，包括凯西的他这种轮回转世的案例啊，很了不起。那么刚才讲的都是个人的案例，那凯西对整个世界的局势，他有非常了不起的预言。可以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一个是呢，他准确预言了，因为他是1877年生人的哈，我记得哈，他大概是1940年代去世的。他在1940年代以前，就在年轻的时候，他就预言了很多，包括成功预言了2次世界大战、印度独立，然后1929年的经济危机，包括美国大萧条哈，而且提前15年预言了以色列的建国，而且他预言了种族问题会在美国造成混乱。还预言了美国会有2任总统在任期内去世。那这2任总统是谁呢？一个是罗斯福，还有一个就是肯尼迪啊。那预言2任总统会在任期内去世，也预言的至今为止呢就这么2任，所以预言也非常准确。他预言什么了呢？他预言呢，苏联呢将抛弃共产主义。那后来不就看到了吗？苏联解体了，后来现在变成俄罗斯，虽然俄罗斯也不怎么样吧，但是凯西预言的也是成功了嘛，对不对？而且呢，凯西还说了一段非常很有意思的话啊，他形容各国的特点，形容的也都非常的准确，而且非常有趣。他说呢，他在差不多是20世纪上半叶形容的哈，他说这个金融寡头、秘密团体还有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德国，是被涂满了支配弟兄的油彩，成为世界的吸血鬼。这个可能指的是2战时候的德国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意大利，说意大利是为了一碗肉汤就能出卖自己的。那意大利人这个他也是哈，就热爱足球、冰淇淋，热爱歌剧，热爱艺术，但是打仗好像不怎么行哈。可能为了一点这个打仗，在两军对阵的时候，为了一碗肉汤出卖自己，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我分析凯西说的话，可能大概这意思哈。还有日本呢，他在1931年侵华的时候呢，也是想成为支配的力量啊，这是凯西说的。还有他形容英国，英国什么问题呢？他说英国一直是自以为有比其他国家更高明一点的想法，说是英国。然后说法国也有罪，法国也有问题，法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法国问题是放大身体的欲望，是法国哈。然后印度呢，说印度也有不足。那凯西说印度这个国家不足是什么呢？说除了向内心探索之外呢，拥有灿烂的文明却不去实践。可以看到啊，确实是这样啊。佛教产生于印度，但是在印度消失了啊。那么这就是印度本身，它也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讲，它一个问题嘛，一个罪过嘛，对吧？那美国他也说了，美国有一个罪过，美国的罪过什么呢？是将上帝跟我们同在的这个原则忘记了。因为以前的美国人一直在讲上帝跟我们同在，但是他说美国最终呢会忘记这个原则，忘记上帝跟我们同在这个原则。那当然，现在美国可能慢慢的会变好哈，但是起码过去这些年确实是像凯西说这样。所以说凯西说这些话呢很有意思，也非常精辟，是吧？他也说到了中国，那中国这个更厉害。他说什么呢？说中国呢有一天会成为神的信仰的发源地，适合于人类啊。那这个原话呢，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英文的原话，这是凯西说的。There is China one day will be the cradle of Christianity, as pride in the lives of man is far off as man然后 but only a day in the heart of God, for tomorrow China will awake. 他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天呢，中国将成为孕育 Christianity 它的这个的摇篮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那这对于人似乎很遥远，但对神来说很快，很快中国会醒来。那这话什么意思？Christianity 这个指的是基督教啊，对不对？字面意思。但是他说基督教会在中国诞生，这很有意思，因为基督教已经诞生了，已经好久以前就已经诞生了。他为什么说有一天
中国那儿又会成为孕育这个。其实呢，后来呢，学界这不是我说的啊，是学界西方学界分析的，说它指的不是基督教，因为当时英语词汇里只有这个词，那只有这个词呢，它指的可能是类似于基督教这种对神的信仰，类似于佛教、类似于基督教这种对神的信仰会在中国出现，而且呢会被人们应用到生活中，而且这个会因此，那么中国会醒来啊，神的信仰会复兴，在中国复兴，以至于全世界都会带动全世界都会复兴。那新的信仰呢，还有文明会诞生，会对未来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理解？我想每个人呢都会可能自己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哈。反正凯西有这么样一句话，然后呢，凯西还讲了其他的对未来的预言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是对未来。你像他是一个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这么样之间出生的人哈，这个生存的人，他对现在还能预言，而且对现在的未来还预言了。那这凯西预言什么呢？你看，我跟大家说了，历史上凯西预言非常准确，对不对？2次世界大战、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这些凯西都预言的非常准确。那么他现在对未来的预言也，那我们要怎么看呢？包括哈，他说元神不死，就人的灵魂不死，生命轮回这一点呢会被大众普遍接受。那凯西一生呢也都在实践这一点哈。那另外一点呢，他说科学和心灵学将停止争论。所谓心灵学，我讲它是英文词汇里可能没有那样的概念哈，它指的心灵学应该指的是类似于修炼文化，类似于对神的信仰，一些超自然的事物。说科学应该是跟超自然的神奇的一些东西，它不会再抵触了，就无神论这东西不会再起作用了，它会互相融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不是排斥这种超自然。其实排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反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只能证明什么东西存在，不能证明什么东西不存在。你科学没有研究到的，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对不对？因为这宇宙这么大，你怎么知道你在什么地？也许我们只生活在一个果壳里边，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也许我们只生活在一个更小的粒子里面，但我们看好像是很大的宇宙，但宇宙可能是更大，对不对？那科学发现了吗？现在科学还看不到宇宙的边缘，永远都看不到边。那现在微观呢，也没看到最微观的。所以说，科学它这个非常有限。你说你怎么证明？我们人看蚂蚁，那我们能看到它是只蚂蚁，对不对？但是蚂蚁看人，它会不会在蚂蚁的那个世界里边？大家知道，物体的大小会决定它看世界的这个，也能决定它看世界的它能看到什么，对不对？你说这蚂蚁那么小的一个东西，它能看到人的存在吗？它会相信吗？所以说这些东西，你说科学，你去直接否定，这就是共产党的做法。所谓无神论，就共产党的做法。所以说呢，凯西预言呢，说未来有一天，说现在啊，今年的未来，他能看得这么远啊。他说科学跟这个超自然的，就这种对神的信仰的这些部分呢，他会停止争论。然后他还会讲一个什么，地貌会发生变化。他说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沉下去，有一些地方会升上来，甚至他说，传说中的其实不是传说中的，就是有这个大陆叫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呢，有朝一日会有一部分会升上来，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地貌会发生变化，气候呢会改变。然后呢，他说，古文明呢考古啊会有更多新的发现，而且呢他会说超能力会普遍出现，甚至呢人能直接跟另外空间沟通，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到底怎么出现，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到时候我们再看哈。而且他说呢救世主会再降临，那这些都是凯西预言的。而且他说呢，现在人类呢正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它叫调整期，它是一个英文翻译过来的哈。这个调整期结束之后，什么叫义呢？义就是这个，我把这个字打出来到屏幕上吧，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义就是这个仗义的义哈。他说呢，义将永驻地球啊，这是凯西说的话，就说善良啊，这种正直啊，你对神的信仰，你的这种非常美好的东西，它会永远在地球承载。就在调整期结束之后，他说现在是一个调整期，很有意思啊。那我跟大家分享完了，就是说整个这个，包括刚才珍妮啊，包括现在这个凯西哈，他们两位的预言非常了不起。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呢，大家可以私下里呢，
在自己做更多调研。那这两个人他们讲了非常多的，也有自己的著述，有自己的书，包括研究他们的西方学者也写了很多著作。那这些东西啊，在中国非常少，几乎没有这。在美国这方面研究，过去有一些年非常的流行，因为在美国这里是显学，在中国没有成为显学，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打压，那这是属于是动摇了共产党执政根基，就是无神论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共产党不让，根本就不让，所以中国对这方面研究比较少。不过也有人把这些文献翻译成文章，在中国大陆传播，这是有的啊。中共禁也禁不了，因为信息太多了啊，它没法完全都禁止。所以在中国大陆能看到，但是呢，没有进行这方面特别深入研究的。但在美国非常多，有很多人刚到美国，可能对美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形态跟中国有某些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在美国非常流行，就包括对轮回的研究啊，对这个催眠的研究啊，对人体科学的研究啊，美国也非常的领先，而且呢，没有什么框框，它不会有什么政治的大棒来打压你，说 OK 这个东西你违背习主席的意愿了哈，你不能研究。它不会有这个啊，你违背共产党的宗旨了，你不能研究，没有这些东西，你随便你尽量你去研究吧，你觉得能研究出成果就研究。所以说，在美国啊，轮回呀、对神的信仰啊、微观物质、灵魂的存在呀，这些都有成果，都已经证明灵魂是存在的了，这美国都能证明。你就像那个，这些例子先不举啊，大家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哈。那么在美国这些著作很多，大家可以找，都能找得到。也有一些著作呢，很多都是，就是说它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大家也能找到。我把这个今天我说的两位预言家的名字给大家在屏幕上再展示一下，大家可以去看哈。一个呢是珍妮·迪克逊，还有一个呢是艾德格·凯西。那这两个人的英文名字呢，我尽量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哈，这样大家要找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清楚。Jenny Dixon 啊，一位呢是他这个名字呢，我想大家应该有的人应该也见到过啊，一搜 Google 呢就都出来了。凯西的珍妮的英文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我把另外一位他的英文名也写出来哈，这样大家找呢就方便一点。在美国呢，其实大家思想很开放的，不像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之下，哇，什么都不能研究，你随便搞一个什么超出认知范围的，就把你打棒子、扣帽子，叫你是反动啊！这以前是反动，现在你做这些东西很多呀。就是刚才说的第二个会催眠的那个预言家啊，他的英文名字哈，凯西的英文名字。那这现在显示的是珍妮的英文名字，大家可以去查。他关于他们的著述非常多。我接着刚才说的哈，这整个话题说完了，现在咱们就是闲聊，就是中国大陆呢，他把这些东西都给限制的非常的严格。以前呢是拿政治大棒去打你，你不许研究，但是呢，在现在，你虽然说他没有这么明显的政治棒子，但是也有，到处都是。而且当时那一代教育下来的那一代人哈，成长起来了，他现在成了各领域的实权者。那些人呢，就在共产党当年的教育下，什么都不信啊，就信钱。共产党什么都给你打掉，因为中国人以前也有传统啊。我跟大家讲过例子啊，我在我的老家啊，那有这个普通的农民呐、我知道的普通的农民，孩子去偷别人家的玉米，在战争年代，缺衣少食的，那孩子饿了嘛，去偷人家玉米想吃，结果呢，那个大人就把孩子给教育了一通，说你宁可饿死也不能偷东西。这是普通的农民对孩子的教育。我给大家再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哈，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僵化，但是当时来讲，它是一种道德的表现，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我想说的是，当时人有约束，你不管怎么说，他有约束，不是像现在的一些被共产党教育出来的中国人为所欲为。我想说的例子是李白，李白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呢，嫁给了两个普通人，而且是在当时唐朝的农村生活，生活也不是特别宽裕哈。那么当时就有唐朝的官员呢，就看到了这两个女儿，说你们是大诗人李白的女儿，你们怎么能随便就嫁人呢？这样我给你们安排改嫁啊。当时唐朝还很开放啊，
结果这2个女子说什么呢？她说：“我跟人结婚了，我就是有责任啊。”不是原话，他们就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跟人结婚了，我有责任，就是这个不能就是随便的，就是抛弃我的丈夫啊。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讲的。你可以想见当时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样的，对吧？所以其实近代史也一样，什么时候中国人变得这么烦人呢？是吧？现在今天我还看到这个很多网站在议论说中国游客到了，我记得其中一个我看了好几个都是说中国人素质不高的，有一个就是澳洲珀斯啊，因为最近就是太阳风暴大爆发嘛，太阳风暴大爆发之后，它到地球就形成了极光，北极有，南极也有。那南极呢，在澳洲啊，就有人到澳洲的这个珀斯去看这个极光。那看极光呢，很多人就去这珀斯当地一个景点，它是一个海边好像是哈。但海边呢，它有很多活化石，这活化石你不能碰的，你随便碰的就把它是文物嘛，你给它毁坏了。但这些中国人呢，不仅是在路上啊互相不谦让，让路变得非常的混乱拥挤，而且呢，他们去踩那个在活化石上拍照，踩着活化石拍照，很多还是年轻人，就这么就没有素质哈。我看网上很多网友都在批说这个，我以前出国呢，觉得别人在冤枉中国啊，在看不起中国，但是我出国发现，中国人真的是没素质。但我想说什么是，不是说中国人真没素质，中国历史上跟我刚才说的母亲节的那个画像哈，那个画里边的主人公那个母亲，她教育孩子要规规矩矩的，要善良，要信神呢，你要有信仰，你要有为人的准则是吧？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像我刚才说的例子哈，一个普通农村的女人呐，一个农户啊，农民，他就教育孩子，饿死也不能偷别人的东西，这都是中国人的教育嘛，对不对？而且以前中国是农业社会，中国的文化正经是在农村保存的非常好啊。那这个共产党一来了，全都给台湾。我去台湾呢，就发现非常明显，在台湾呢，很多小地方农村那个文化保存特别好，民俗啊，它的这个风俗啊、传统啊，你的这个建筑样式啊，在那些农村啊，台湾的那些农村啊，什么小地方保存特别好。当然，城市呢也都现代化了啊，但是这在小地方能看到很多原汁原味的文化的东西。以前中国也一样，那共产党来了，拆庙啊、打文化啊、杀掉文化精英，这事儿他都干了，不许人信神、信仰，不许儒释道几个教齐灭啊，什么别的也都灭，是否能保留下来宗教全都搞统战。你必须在寺庙里，你诵佛经，你还得读习近平。你习近平来之前，你不读习近平，你也得读，你也得干别的，要不然呢就是特务，要不然现在和尚在中国很多和尚是上班的，很多和尚他是那个上班去，下班回来，啊，他就是和尚服，就是个工作服。那还有很多和尚呢，他是，对不对？他一直是和尚，但是呢，他是假和尚。像那个释永信，少林寺的，对不对？把少林寺整得乌烟瘴气，千年古刹，那么严肃的一个地方，在美国这种人是要坐牢的。但释永信这个人在中国堂而皇之的有自己的财产，有豪车，有女人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荤素搭配还。那这种人，你知道啊，这只有在中共国才能盛产这种变态的东西。所以说，不是中国人素质差，是中共完了之后把中国人给糟蹋成这个样子。行，我今天这个直播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那么刚才跟大家推荐这个普瑞汤猪油哈，我还是大家能支持一下就去购买啊，也算是支持我们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因为我想就说这么多吧哈，想说的也都差不多了。我这边呢也比较晚了，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拜拜。